50岁以后，如果说体重比较重，或是说高血脂、有一些代谢问题的人，可能就相对的容易会出现这种荷尔蒙下降的问题。比较常见的就是会觉得说性欲降低，突然看了 A 片也没感觉，硬度啊、持久度跟以前都有一些不一样，就是说同样的运动量，却会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疲劳，就可以考虑抽血检查，验一下睾固酮。那像男性来看泌尿科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不行，就是说我们把自己想做一辆车，其实我去看医生，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一辆坏掉的车，是因为车本来就需要保养。虽然说我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，但是我很精确的调控我的身体，让荷尔蒙在一个好的浓度里面，那有可能可以使用很久，也可以很频繁的亲密行为。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。观众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男性也有更年期哦。这一集我们就要告诉你，怎么样破解中年危机，找回活力自信。为您请到的是台大医院泌尿部的江怡妮医师，欢迎医师。钱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泌尿科江怡妮医师。是我们看到这个江医师哦，讲话轻声细语，然后又这么的年轻貌美，我想说哦，来看泌尿科的都是男性嘛哦，看到他可能病就好了一半。不过我要讲的是哦，因为我自己的年纪的关系哦，最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，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更年期的问题。可是我赫然发现，其实男生也有，可是男生比起女生更不愿意碰触到更年期的话题哦。那我们先请教江医师。男性更年期到底是什么症状？怎么叫做男性更年期？有没有医学上的定义？男性更年期的话，它其实有一个数值上的定义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抽血，那检查血液里面的睾固酮。那有很多朋友都会疑惑说，睾固酮跟男性荷尔蒙是不是一样？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。那在女孩子身上是很微量的，可能只有0点几个奈克，但是在男性的话，它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范围，会是350到800奈克每一个分身，就是 nanogram per dl。可是50岁以后，如果说体重比较重，或是说高血脂、有一些代谢问题的人，可能就相对的容易会出现这种荷尔蒙下降的问题。那症状上的话，比较常见的就是会觉得说性欲比较降低，本来都整天会想这些，但突然看了 A 片也没感觉哦，所以性欲降低是一个指标，对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 okay, 或是说性表现下降，可能硬度啊，或是说持久度跟以前都有一些不一样。那还有就是很容易疲累，可能吃完饭就想睡，然后看电视就度咕。那有的人他是会以忧郁来表现，像我有一个患者，他本来是一个老板，开了很多餐馆，大概55岁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人生没意义，就什么都不想做，就突然提不起劲。对，他就觉得这个人生根本没意义，就去心理咨商嘛。可是咨商了一阵子，这个精神科医师也觉得说，好像怎么都没有进展。那有一天他就突然想到，他就说，那你抽一下男性荷尔蒙，正常是350嘛，但这个先生他就只有180，就是他降的的确是很低的，所以他就来到我的门诊。那我们就给他用打针做补充，但是补荷尔蒙他也不是说马上补就马上好，因为这个睾固酮它要进到细胞，其实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 DNA 啊一些蛋白的表现，所以一般还是要补3到6个月以上，他才会变得比较开心。补了之后，他就又可以工作，他本来店要收起来，又多开一家。那这个是精神上的，其实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变化，比如说可能会觉得肚子大的比较快，肌肉减少，或是骨质疏松啊、贫血啊、血糖血脂不好控制，这些都是它相对应的症状。好，刚刚江医师不断提到男性的睾固酮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而随着年龄，其实它有一些变化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大概40岁以后，每年还是可能会降低1到2%。那如果说我是运动又比较少的人，他可能下降的幅度又更快，或者说我减肥也有可能。像我有一个患者，他本来睾固酮都是400。可他最近就是打那个瘦针，他想要让肚子消一点，对，那他就跑来看说他最近好像比较累，勃起功能有一点点变化。那我们抽血就发现说，他睾固酮就下降了，就是身体在很高的压力下，其实它会有一个很巨幅的变化，因为睾固酮本来它跑的浓度范围就很大，然后像不同年纪，它会慢慢1年下降1%嘛。
那有的人的身体是可以调试这个变化，就没有什么症状，但是有的人是他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感受。所以其实更年期它有2个很重要的要件，男性更年期，一个是就是睾固酮真的低，那一个就是他要有症状。假如说他只是低，但是没症状，其实也就不用补。我看到40岁之下的中年男性每年下降1到2%，40岁意思是到500吗？它就是有一个范围很大，就算是20-30岁的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这个案例，他假设20岁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健康800的人，他可能到50岁以平均的速度下降，会降到400多，还在正常范围。那有的人他对这种下降他是能够适应，可是有的人如果说他症状非常明显，还是可以适度的补充，因为跟他自己比，他还是比较下降。OK， 可是医师刚刚讲这些症状，女性的更年期也会出现，对，好像也是很重叠的。对，比如说比较睡不好啊，比较累啊，心情低下这些。男女更年期的差异，有一些是重叠的，有一些不太一样。我们特别讲男性的部分好了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活动力下降，没有活力，肌肉流失，轻度到中度的勃起功能障碍。其实女性也有这一些。对，就是综合来说，情绪的波动会比较大，平均的情绪水平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没那么开心，或者是说一些性表现有变化，那还有体重增加，我觉得这其实是男女都很相像的部分。那刚刚医师说用抽血来验睾固酮是一个科学的方法，对。那另外就是自我的检测，可不可以请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？第一个就是性欲降低，那这个就很明显，比如说我如果1个礼拜本来做7次，我现在突然只想做1次，或是我不想，那或是缺乏活力，就对什么都没兴趣啊，或体力不足、耐力不足，像去爬山什么觉得容易累，有的人也会觉得身高减少，这个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表现。然后还有就是不如以前享受生活，就觉得不开心，情绪变差，或勃起的硬度有下降，体力变差，饭后容易想睡觉，然后是工作精神不能集中，这些都算是可疑的症状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检查表，如果在这个10项里头你有3项，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了。对，就可以考虑抽血检查。那如果说真的不想看医生，你也可以去检验所验一下，就是说验一下我的睾固酮。那真的有问题，还是可以及早的就医。好像医师啊，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指标，男性的更年期，也就是说他的性欲会下降。那坊间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做爱黄金公式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。就是你10位数的年龄乘9，9×2=18，就是1周做爱8次。那你30几岁就3×9，9×3=27嘛，2周做爱7次。40几岁的话，4×9等于36，3周做爱6次。如果低于这个水准的话，就表示你的这个性欲是比一般人低。这个公式是可以相信的吗？我觉得这个公式可能在30岁以前，它比较具有可信度。因为的确10几、20岁、30岁的时候，荷尔蒙是很旺盛嘛，而且它是剧烈的升高，就会一直感觉到很强烈的性欲。像我有一个患者，他最近是37岁，然后他就跑来验睾固酮，我就说你为什么想验睾固酮？他就说我觉得我的性欲明显的下降了，但一验出来是900，其实很正常，很高吧？很高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以前就是遇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没有办法想她人好不好，她就是会很受这个性欲的驱动，但她现在比较会注意到灵性的部分，所以她就怀疑她是睾固酮下降。以前是精虫充脑，现在开始会想了。对，现在开始用大脑，就觉得是不是更年期？那这算吗？这不算。其实30岁以前发生这些状况的几率是很低的，但是其实40岁以后，男人做几次，有时候就很看他身体的状况。因为如果说有一些代谢问题，像是糖尿啊，或是血脂高，它就有比较高的风险会发生这种睾固酮低下的问题。那有些人甚至30岁、35岁就会出现这些症状。但如果说都很常运动，像我有一些患者，他们是很认真运动，他只是来做保养的。那他到75岁，他1个礼拜还做5天，他不是做5次，因为1天可能会2次，他是1个礼拜做5天。那他这样算不正常吗？他也不是，可能40岁以后男性做几次就很难对到这个公式，要看他是怎么样去养护他的身体。
假如说他都运动的很多啊，然后饮食也相对是控制的，有做一些保养，那有可能可以使用很久，也可以很频繁的亲密行为。OK， 所以这个所谓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公式，不见得是一个准则。可能40岁以前各方面你的睾固酮是很高的，可是40岁之后你就不一定要拘泥在这个公式。对，譬如说他说40几岁是4乘9。94 36代表3周做6次，可是如果你3周没有做到6次，搞不好你在算就很焦虑。天哪，我是不是低于标准？但是可以观察晨勃嘛，因为像有一些人他是太太住的比较远啊，或是他谈异国恋情，那他就可以观察说，我一个礼拜是不是至少有3次早上有被我的弟弟唤醒的感受？那如果有，就可以比较放心。但假如说，连续1个月都没有晨勃，这就很奇怪，可能就需要再检查一下。OK， 男性更年期有没有在某几岁会出现？50岁以后是相对常见的。50岁，那年纪越大，症状会越明显吗？我们刚刚讲的。对啊，因为年纪越大，有时候其实肌力这些也会下降的比较快，还有一些血管的退化，那相对就会觉得说，好像比较感受到这个症状的表现。刚刚其实医师讲了很多症状，脾气暴躁、没精神啊，还有可能会变胖啊、性欲减低这一些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以让大家可能有一些警觉的？通常就是会觉得说，好像比较没有力量，比如说要去提东西、拿东西，也许拿不了那么重，或是说同样的运动量，却会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疲劳。我觉得容易累可能是一个相对可以观察的点。还有，我知道很多男性很怕这个减损了自己的男性雄风，他不太愿意去就医，所以医生要怎么样去检查他们的男性更年期？一般会来看都还是有症状了，就是因为现在像这健康的频道也很多，所以有时候患者会听到，就会对应到我自己，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容易累？但是一般会驱使大家来看，最常见的还是觉得性功能下降。但性功能下降是有很多原因，可第一个会想到的就会想说，是不是男性更年期，就会来抽血做检查。那假如说抽血起来，血液的报告跟症状是相符合的，就有很多方法可以补充，比如说可以用打针的，用抹乳液的方式，然后或是说用鼻喷剂都可以。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？它有没有风险呢？它的风险就是我们在验睾固酮的时候，我们会同时验一个叫 PSA 攝護腺的癌指数，要确定说身上没有这个攝護腺癌，才能够去补充。因为虽然说补充睾固酮是不会导致攝護腺癌，但是如果说我身体有癌细胞的话，我补充了，可能它的指数就会跳高，就会让我发现。所以我们一般补充了之后，我们大概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，都会先帮患者再重复的检查 PSA， 就是这个攝護腺，然后跟他睾固酮上升的状况，那确定说，补充对他是安全的，才会长期的一直补充下去。这个让我想到女性荷尔蒙的补充，也有很多人担心会应对到乳癌。对，我可以这样比喻吗？对，就是像这样子的概念。所以还是要监测，就是攝護腺的指数，那还有睾固酮的浓度，那还有一些血液的成分，比如说血比容是不是太高啊这些的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就在网络上面的电商可以买一些营养补充剂。那我知道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就直接去买那些维他命类的东西，可是它里头的成分有睾固酮，这个是 OK 的吗？比较不会建议大家直接这样补充，因为这样不知道到底补得多高，有时候补得太高，它可能也会容易暴躁。那或是说，有时候食补它不一定疗效这么好。虽然说可以像多吃锌啊，多吃一些蛋白来补充睾固酮，但是有时候是睾丸本身它已经退化，它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那么多，那补进去它也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效果。就算是食补，其实还是可以来医生这里监测，看看说补的效果好不好。所以您的意思，食补这件事情也不能乱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如果说真的要养生的话，可能可以去做重训，就做一些下半身的重训，然后或者是说做那个 HIIT， 就高强度间歇的运动，就跳啊这些，对睾固酮是有提升的效果。像我知道女性的更年期这个有些医师说，如果你不补充相对应的营养品或是荷尔蒙，可能会有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。那男性的更年期有没有慢性病的风险？
男性的更年期就有可能会让血脂血糖比较不稳定，因为它对代谢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说荷尔蒙少，那可能肌力就会减少，代谢就会变慢，就会更容易有一些代谢的问题。好，那我想请教医师，如果说今天有一名男性，他49岁，即将进入50岁，他的确觉得开始身体累，他的确觉得可能性欲不像20岁、30岁那么的旺盛，他就要去就医吗？还是他只要先从营养、吃东西、运动来先做自我的调整？如果说暂时还不想看医生，可以先去运动，就做一些下半身的运动，一个礼拜2、3次去重训，比如说找一个健身房，一个美女教练，然后一定要美女教练，反正就教练，就让他美女教练会刺激他常来。对对对，会像我有去重训，教练他都会赖我啊，他说这礼拜要来重训吗？然后被问了就会不好意思，就想说好吧，那我去，因为如果是自己去的话，可能太累了就不去，但教练会问你嘛，督促你，对，然后就会去，就有达到这个运动的效果。那大概一个礼拜至少要2次，那每一次可能半小时到1小时，做一些肌肉的训练，下半身的，那可能也会有帮忙。然后饮食上面呢，要做什么样的调整？就可以补充一些含锌的食物，像是蛤蟆啊、蛤啊这种，或者是鹅啊也可以，或是补充维他命 D， 补充一些好的油脂，像是橄榄油啊、酪梨，增加一些好的胆固醇，那它也会产生比较多的睾固酮。所有男生都会有更年期吗？并不是所有男生都会有，我觉得这是男生幸运的地方了，就是有些人会有，有些人没有。那如果说适度的做运动，适度的保养，其实它是有可能可以扭转这个情况的。所以早期的发现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及时的去处理，就有更高的机会保持比较年轻的状态。那你说有些男生不会有更年期，这个比例上是多少？比例上其实应该有60-70% 的人应该是不会有。这么高哦？对，但是它是荷尔蒙上不会有，可是其实症状上还是会，因为像勃起的问题，有时候是血管退化，倒不是荷尔蒙降低。因为有些人不举，他其实荷尔蒙都还是好的。到底要怎么定义这个男的是有更年期？就是荷尔蒙对，就睾固酮是下降，其实就是睾固酮下降，并且有症状，这就是更年期。那像是不举，它又有更多很复杂的原因。就有的人觉得说，我不硬，我就补充荷尔蒙，其实不一定是有效果，因为它可能不是更年期导致的这个勃起的问题。最后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的所有的男性朋友，可能他现在40几岁，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他即将可能会来到的更年期，又或者是说他已经抽血了，然后发现他真的现在正在经历更年期，他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？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女生都会有一个概念嘛，就是常会看到说，你40岁以后的脸，其实取决于你的努力。那像男性来看泌尿科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不行，所以我来看，是因为我比较努力。虽然说我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，但是我很精确的调控我的身体，让荷尔蒙在一个好的浓度里面，然后让血脂、血糖都有控制。那如果说血管有退化，我也做处理。那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跟我的整个人，就是会在努力之下呈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更年期，我是说男性朋友，其实不用担心。对，其实不用担心，你可以自己先用饮食还有运动来调整。对对对。如果可能还是没有效，你就可以来找江医师。对，就是我其实想要呼吁男性的朋友，就是说我们把自己想做一辆车，其实我去看医生，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一辆坏掉的车，是因为车本来就需要保养嘛。其实脖子以下也会老。肚脐以下也会老，它通通都会老，这是很公平的。像我的患者，他就会问我说，本来去年硬度都还是很好，都不会累，然后今年就突然有这个感觉。但是这个跟身体的其他的器官都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可能有一天照镜子就发现1根白头发，然后再过几天就发现5根白头发。然后以我自己的话，我是有一天我看书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我要这样。就是突然之间心中一惊，天哪，我必须要这样。对，就突然之间，但是那就是人的那种随年纪的变化，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，而且是从头到脚都会有。那
及时的去保养它，我觉得其实是对自己负责任，然后很爱惜自己的一个表现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每个人都会老，我们可能都会经历这一切，要用很健康的心态，对来看它。我们这辆车还是可以跑很久。对，我就是贵重的古董车，所以需要好好保养，而且可以跑得很长远，又跑得非常好。今天非常谢谢江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，跟大家分享男性更年期。下个礼拜请持续收看健康大前线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